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S12 入围赛已经结束了2天的赛程 ，A、B 两组的小组第一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了，而最终的结局可能会和很多人赛前预测的并不相同，尤其是在 B 组 ，RNG 的糟糕表现导致他们输给 DRX 之后，大概率已经无缘小组第一的争夺了。因为韩国队在纪律性和虐菜方面一直都很稳，不会给机会。A 组 Fnatic 拿下3-0，基本锁定小组第一。A 组方面 ，Fnatic 基本上锁定了小组第一。同组中，他们已经击败了 EG， 而且日本队 DFM 和去年的实力相比弱化太多了，不具备竞争力。唯一还留有悬念的就是 BYG， 但因为他们输给了 EG 的关系，恐怕也无法对 Fnatic 构成威胁。因此 ，Fnatic 大概率会以全胜5-0的战绩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正赛。另外 ，Fnatic 的辅助 Hylisang 顺利回归，虽然此前替补的 Rux 拿了2局 MVP， 但 Fnatic 还是坚持换回了 Hylisang。目前没有看出2位辅助的轮换对 Fnatic 会产生什么不利影响。保持状态，他们在入围赛阶段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阻碍了。A 组的小组第二将会在 EG 和 BYG 之间诞生，竞争失败的队伍大概率就是 B 组第二的对手。如果 RNG 最终拿到了 B 组第二的话，他们在 BO5 的对手可能就是这2支战队的其中之一了。DFM、LLL 和 CHF 不具备争夺晋级名额的实力。B 组 DRX 拿下3-0，基本锁定小组第一。DRX 击败了同组最强对手 RNG， 随后2局轻松虐菜拿下了3-0。唯一存在悬念的就是之后对战欧洲 MAD， 但考虑到他们都能被表现并不理想的 RNG 碾压，因此恐怕很难击败 DRX。 不出意外的话， DRX 也将全胜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正赛。韩国队在传统运营和纪律性方面的强大，导致他们在虐菜的时候是全世界最稳的。此前被传出要退役的 Deft 在本届全球总决赛入围赛阶段状态极佳，不仅在面对 Gala 的时候大杀四方，虐菜时也是全队最稳定的点。他和 Barrow 可以说是目前入围赛12支队伍里最强的双人组。B 组第二大概率是 RNG， 而 MAD 可能将会成为 A 组第二在 BO5 中的对手，因此有机会看到 EG 对战 MAD， 也是外国人最喜欢的经典 EU 大战 NA。RNG 只能争取第二， DRX 在自身不出现爆冷的情况下，肯定是5-0小组第一结束。RNG 需要做到的就是剩下的比赛全胜，尽量争取到小组第二。不过考虑到 A 组可能成为对手的是 EG 或 BYG， 这对于表现很不稳定的 RNG 来说并不轻松。入围赛2天赛程结束， RNG 这种尴尬处境是很多人赛前没想到的。虽然知道他们在 12.15 很艰难，但到了 12.18 还要自己 ban 猫，结果还输给了 DRX， 这让国内观众非常失望。根据世界赛规则，在 LPL 夏季赛冠军 JDG、 2号种子 TES、 2021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 EDG 出战前，身为 LPL 4号种子的 RNG 率先登场，与 Deft、Barrow 所在的 DRX 争夺 B 组1号种子席位。原本以为手握3座 MSI 金杯的 RNG 能够一骑绝尘，没曾想 Deft 所在的 DRX 成为了 S12 入围赛阶段的主角。DRX 队伍当中，上单 Kingjun 与中单 Zika 都曾经在 LPL 赛区的 BLG 战队效力过，而当时2人的表现以及队伍取得的成绩其实都不太尽人意。因此，当看到2位曾经在 LPL 赛区没有打出成绩的选手在世界赛舞台上大放异彩，让观众始料未及。随着 DRX 取得 S12 开门红，拿下首胜后，他们的上单选手 Kingjun 也是接受了韩媒的采访，其中也被问到了对和 RNG 交手的看法。而 Kingjun 也是提到了此前在 BLG 战队时和 RNG 的历史交手，并且在采访中直言道，虽然是题外话，但是我 Zika 和 Deft 选手在 LPL 时就未输给过 RNG， 正是因为在 LPL 赛区面对 RNG 经常取胜，因此 Kingjun 认为他们3名选手有着胜利护身符，所以他们在这次 S12 入围赛时面对 RNG 也没有太过紧张，以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或许这也是他们能够在首战击败 RNG 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小组第一基本和 RNG 无缘，唯一值得期盼的就是在入围赛剩下的比赛当中别出现失误了，能够稳健一点，然后希望在 BO5 能够打出一点 LPL 该有的强度和样子吧。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大家如果认可我的话，点个订阅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